大家晚上好，今天是除夕夜，中国人传统意义上过了今晚才是崭新的一年啊。在此祝大家龙年吉祥，交易发大财。那欢迎来到交易修行成长驿站，本频道所有言论都将构成您的投资建议。那好，今天我们聊点什么？我们什么也不聊了啊，过大年放轻松一点。那我干嘛呢？我给大家全面的从大的趋势该开始到局部的细节，全面的剖析复盘这个比特币从刚开始以来到现在是怎么走过来的，我尽我所能系统的给大家分享比特币的技术分析啊。那好，我们现在正式开始。我们先回到比特币的美元，恐龙蛋大概是19年，但这个 K 线应该是最久的，是从这儿开始。然后我们可以看见啊，这是1、2、3、4、5浪，然后目前这个位置不知道21年的高点是不是5浪的高点，那么就意味着如果这是5浪的高点，那就意味着这边需要回调。那回调到哪里不知道，整个一个大的5浪结束以后势必会回调。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1、2，第5浪的1、2、3、4、5可能还没有结束，结束以后它才能回调。两种可能性啊。世界上主流的基本上也就是这两种判断，但现在普遍是什么？这个5浪没有结束，还有1浪，它需要突破这个69500的高点，21年。那好，我们首先看一下马上就要来到的第4次减半啊。减半之前比特币都有过哪些行情？第一次减半之前它就已经先反应开始涨，然后减半之前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啊。这是周线，我们看一下它究竟浮动了多少。粗略的看，回调了 49%， 将近50%，然后这期间小的波动有多少呢？小的波动也得有 20%。 这是第一次减半之前，然后减半以后有了多少上升？有了将近100倍的上升空间啊，大概有100倍的上升空间。然后我们再看第二次减半，第二次减半之前呢，有了第一次的比特币出世以来经历了第一次美联储加息。随着美联储加息，但是比特币怎么样了？不管加不加息，一路向上，直到2万点附近。然后减半之前依然也是有非常剧烈的波动哦，大家可以看到有 40% 的回跌。减半之前，第二次减半40%的回调，回调过后
A、B、C 的调整过后，它上涨了多少呢？从这个低点开始算，大概涨了41倍。然后这个美联储加息是持续的啊，但是从这个高点开始回跌，一直回跌，然后美联储停止加息，然后怎么样了？来了一个18-19年的一个小牛市，然后又开始回跌，给了一个反弹，新冠之前开始往下砸盘，一直砸到38000多，应该我记得。然后这个幅度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哦，这是第3次减半之前的瀑布行情，跌了61%，然后又开始新的一轮上涨啊，减半行情之后，大家伙应该都知道，来到65000左右，大概5000多，然后经过高位回调了多少？这个位置也回调了55%啊，但实际上当天应该是回调了60%以上，因为当天晚上8点半我记得清清楚楚，因为我的账户瞬间折损了70%，所以说记忆犹新啊，肯定是不会错的。这是因为这是周线，所以说这个 K 线有点区别。然后后半年反弹到69500，然后又开始回调，再来一波反弹到接近目前的位置啊，然后美联储开始加息，这是第2次加息啊。然后大家伙都知道22年一年的跌势，跌势结束以后，在恐慌密集的情况下，这一期间有 Luna 的暴雷、三箭资本的暴雷、FTX 的破产等等等等。随着美联储连续加息，但市场在这个情况下怎么样了？而且启动之前还发生了什么？美国好几家银行，而且是规模非常大的破产，然后24小时内，美国财政部、美联储联手急速反应，就是把银行全部收购不良资产，全部都整理干净。然后怎么样了？无论是纳斯达克还是比特币，持续缩量上行，然后刚要给点回调，然后它就又上行。那这个期间最大的回调是多少？我们看一下，21%、21%、22%不到。然后这边呢也是22%，差不多这样。所以说去年一整年的行情，比特币目前为止还没能给一个像样的回调。也就是说什么？因为马上减半开始，通常过往的历史经验当中，减半前剧烈的波动它目前还没有出现。当然它完全可以怎么样，减半之后涨上来，减半之后再回调也是可以的啊，也是都是可能的。然后目前再看一下 SR 指标 RSI 在周线级别当中，要是给了顶背离，连续的顶背离，一般它是会回调的。目前它就是这种状态，如果它再上来超买区超过85的话，可能这个就失效了啊。但如果它价格再上来超过这个点， RSI 还是不能超过85，那就意味着还是有可能回调，所以说大家一定不要着急啊。然后我们看这个大的趋势线，
这个趋势线是整整几年，从2013年到现在的上升趋势线啊。实际上去年一整年比特币就是踏着这个趋势线，踩住就上去，踩不住就下来，然后绕着这个趋势线上下震荡着上行。还有这期间，去年还有中国的二大，美国的中期选举，然后今年24年的美国大选。通常历史经验来看，无论是道琼斯、标普、纳斯达克，美国的大选年通常股市、资本市场都是向上的，唯一一年好像不是向上的，剩下的都是基本上非常好。很显然，为什么呀？这些人都是为了赢得选票，可能会把气氛呢，还有这些经济的情况、股市的情况都搞得热闹一些啊，就是很好玩的一个国家嘛，美国。然后目前从数据上看，无论是就业率还是经济增长都还不错。然后我昨天还特意给美国纽约的朋友打了个电话，聊了聊，正好人家也是在纽约学经济、学这些资本的一个朋友，所以在他的感受来说，他在美国待了好多年，物价通胀是有的，但是不是那么明显，他就是一个普通的百姓嘛，所以说应该是可以切实的反映美国现在的状况，不见得像新闻里头出来的那样糟糕。也就是说什么，这个位置纳斯达克不见得会是08年或者是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应该不会是那种状况。我们再看一下罗素2000，罗素2000还是没有什么力量，但是还不错，它至少在维持这个相对小阶段的一个高位。那我们继续看比特币。然后我想说的是，价格泡沫就是为了你高位把你骗上来，恐慌踩踏呢就是为了骗你的币。历史以来，历史上从来都是这样的铁律啊。大部分是主力配合宏观经济重大政经事件，利用散户心理割韭菜，也就是所谓的周期。实际上我认为除了29大萧条以外，美国全世界是不存在经济危机的啊。大家伙儿可以看一下，我之前做了一个小视频，叫2张 K 线图撕开经济危机的真正面目。经济危机只属于底层百姓，所以市场走势99%就是操控你的情绪。昨天晚上直播的时候，朋友也问，这个股票市场是不是就是一个骗局啊？严格意义上讲，它就是骗局，无论是哪个国家的都是一样的啊，包括比特币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有底线，有规则，还有韭菜是一波换一波，一茬又一茬。然后美联储充当什么角色呀？或者是超发货币，或者是降准、加息、缩表、提高准备金率等等一系列操作，去怎么样操控这个市场。我们不能单纯的想美国这么个国家，这么一个政府，不是的，全球资本市场顶级的幕后的大手，我认为不是哪个国家，而是举例共济会、光明会、犹太人的这些财团，他们是真正
主宰这个世界资产的人啊，还有现在的这些组织里头也不仅仅是犹太人，有全球全世界的各路精英在用隐形的手，不被人注意的一些组织去影响着潜移默化的，不像政府国家的那种机构，在暗地里会主宰这个世界的资产啊，这个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都市传说啊。所以说比特币也是一样，我昨天直播的时候讲过，比特币这个东西能09年开始到现在发展的这么良好，然后走势也是一路上行，然后虽然在各个媒体这么多年间一直在唱衰，甚至典型的巴菲特骂比特币就一点用都没有，年年在奥马哈开会，年年骂比特币，结果自己回过头呢还去投巴西最大的投资比特币的银行，然后也赚了很多钱，不是很搞笑吗？还有一个就是比特币，我认为不是中本聪，跟中本聪一点关系都没有，它只是一个借口幌子。只有哪种可能？这个就是美国人这帮犹太人做出来的东西。你看历史资料很容易发现，美国无论是过去的曼哈顿计划还是其他的一些著名的这些项目，它都不会以国家的名义去推出来，向来都是怎么样，用民间的力量悄无声息的暗度陈仓，然后到达一个节点会闪亮登场，干嘛？要制度化推出 ETF， 这也就是这2年的动向啊。虽然 SEC 文娱脑袋主席一直在反对以太坊、比特币 ETF 各种对加密货币言论的负面啊，丝毫都不影响，在唱戏，在唱双簧二人转。反过来，比特币这种东西，区块链从90年代初就开始有了具体的方案、实行方案，但是当时没有出来。但期间实际上比特币出来之前，类似比特币的东西出来好几个，但结果都怎么样了？都被 FBI 这种机构给弄死干掉了啊！直到比特币出来，然后就没人管了，它就这么健康的向上了，甚至媒体都会说什么威胁到各个国家的法币地位，不奇怪吗？然而更要命的，原来比特币无论是采矿还是这个持有量还是交易所，中国都是遥遥领先的啊。然而近年来，也就是这两年期间，无论是采矿还是持有量还是交易所的龙头，都掌握在美国人的手里啊。目前不奇怪吗？然后美国现在相关加密行业的法律法规都是非常严谨紧锣密鼓的出台当中，也成为全世界各个国家的效仿的对象模板。所以说比特币中本聪就是个笑话，但是比特币在未来产业当中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标的，是确定的。然后还有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后，用原油锚定中东的石油，面向全球用美元来当做贸易的主要流通货币，然后英镑地位逐渐江河日下，但美元呢持续向上。结果后来怎么样？各个国家目前也都是一样的啊，因为美联储的加息导致各个国家的货币的安全、经济上的不平等，各种被收割啊，也是非常难受的。所以说敢怒不敢言。然后
有很多小国家啊，就非常推崇比特币，类似这种加密货币，所以美国更是早早的先手做了这么一个东西，是完全高概率事件啊。所以说大家伙儿忘了中本聪，你得相信他是谁操的盘，谁的东西。如果他没有一个非常狠角色的背景的话，不可能活到今天还活得这么好，是不可能的事儿啊。有因必有果。然后还有区块链产业发展以后，跟互联网最大的区别，我讲过好多遍，它就是信用连接得到了全面的解决。以前互联网是做不到的，你一定需要中间的一个担保，无论是 PayPal 还是中国的微信支付、支付宝都是一样的啊，一定要有中间的信用担保。那么在未来的 Web3、元宇宙、区块链产业、大数据的 AI 的人工智能的这种产业发展当中，虚拟世界跟现实世界的连接要更加的畅通完善，不能通过中间担保也能怎么样？这些加密资产它都完全可以做得到畅通无阻的互通有无，然后签订合约保证你的资产。所以像 Link 这种实物资产通证化的币，未来也应该是不错的投资标的，所以我给大家也推荐过。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大的趋势上完全有一个数，比特币比较不错的投资标的。然后还有一个成交量顶部放量即将下跌，底部放量即将翻转，这个大家伙应该都知道。但量价齐升是谁都知道的大牛行情啊，它可能持续不了太多。通常量价齐升过后，应该就是接近顶部了。通常都是怎么样？缩量上行是最好的状态啊。去年这一段时间一直都是缩量上行。然后大的趋势我们基本上看完了，然后刚进直播间的本频道的一些朋友，交易一定是3个重要素啊。第一，预期，方向不可预测，但我们可以预判多种可能性，然后根据这个可能性，在 K 线分析做好的前提下，找准进场点位去做你的执行仓，然后利用对冲，比如说像这个位置达到了阶段高位，你现货仓要是多，你可以在适当的位置适当的做一个空单对冲，以免你现货的亏损。还有一个就是杠杆，杠杆也是跟对冲结合起来。你的比特币假设有1万美金的现货，那你在这个位置完全可以用1000美金10倍杠杆空单对冲，无论比特币如何折腾，你的资产基本上不会有任何损失。这个才是合约第一个作用啊。合约可不是为了主要盈利，当然你要是各方面素质都够，交易能力经验也足，那完全也可以只做合约，没有问题，看你能力量力而行。那大的周线我们看完了，我们再看一下日线。日线刚刚说过，也是踩着中轴线一路上行。今天走到哪儿了？目前应该是走到 0.786 差不多。刚好走到 0.786 大概。那早晨我说过，目前2种可能性：一，画一个 WXY 这种扩散型的调整浪；
这是一，这个就比较麻烦，稍微有点难操作。持有现货的，在这个位置做多单的朋友，可以设移动止损，慢慢的把止损价格抬上来，确定一部分利润，然后用上边少部分利润博更大的收益，这是一种可能性。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只要它不超过 0.886， 它就有可能干什么？可以画一个巨型的三角震荡。三角震荡结束后，它从这个价格调整换成时间调整，然后时间换空间的方式调整结束后继续向上。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大胆的推测，这边可能就是价格调整，这边它要来一个时间调整。这只是预测啊，可能性而已。所以我们目前短线没有太好的机会啊，这个机会做空单短线，这种一直给着顶背离的这种，它是一直慢慢往上窜，所以说你做空单的话也很容易止损掉，连续止损几次的话，你的心态也会很难受。所以说持有现货的朋友继续持有，在这儿做多单的朋友也继续持有，然后修改移动止损位，也就是移动止盈的位置，然后根据斐波那契，根据你的 K 线分析方法，尽可能不被甩掉，然后尽可能博更大的利润，让利润奔跑啊。然后其他就没有什么了。希望来年过了今天，希望大家在交易当中多多的发财啊！也就这些，明天再见。